那一束花落的，绝不是坚强，只是不想让宿命风干。透过手，只摸不到有。今日为何就是这么倔，不肯为我对付他？你真的宁可冤死，也要护着他？金儿滚！虽然多尔衮不能牵着玉儿的手一起往前走，可他能这样看着她一夜，直到彼此消失在第二天的阳光之下，就是他此生最大的幸福。就算玉儿只能活到明天天亮，也许我今生错爱了一个男人，但是有你待我如此珍惜，也不枉我此生。芳儿，玉福晋，
对不起，天亮了。哥哥，对不起，奴才救不了您。您放心，奴才很快就会去陪您的。于福晋，该走了。哥哥，不要跟着我！你快回去，回去帮我照顾娥妻，要不然我在黄泉路上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哥哥！怎么突然下雪了呢？玉儿，是你做的。老天爷，你睁开眼睛看看。也许老天爷今天才知道，他曾经是多么的不公平。听说你我出生那天都下着大雪，可是不同的是，我出生的那场雪冻死了无数牲畜，是一场灾难；可你出生的那场雪，却是久旱逢甘露，是瑞雪。从此，族人视我为灾星，避之则吉，却捧你为福星，你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都是一样的雪，一样的白，为什么老天爷让你我的命运如此不同呢？都是雪，不管是福是祸，最终都要在日光下消失。我以前很羡慕姐姐，可以深得大寒的宠爱，可是玉儿最近才发现，大寒的宠爱消失的比日光下的雪还快。伴君如伴虎，姐姐，你也得好好想一想，你以后的日子会不会过得比玉儿幸福？结局对我来说不重要，我和我娥姐已经输了半辈子了，至少现在我赢回来了。玉儿，让姐姐再陪你走最后一程。走。玉儿，原谅姐姐，没法救你了。大福晋，行刑的时间到了。大寒还没有到。大寒他也许不会来了，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只会害玉福晋白白受天寒之苦啊！主子，突然下这么大的雪，恐怕赶路过来也来不及了。玉儿，
哥哥，玉儿，玉儿，别睡，你不能睡啊，玉儿，你醒醒啊，玉儿，哥哥，玉儿。大福晋，玉福晋现在昏了也好，现在行刑，让他早点解脱吧。来人！慢着！大雪纷飞，一定有冤情。玉儿是天降福星，你们冤杀福星，必遭天谴。大姐若是因此有后患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大福晋，索尼是奉大汗之命行刑的，您就不要再为难索尼了。大汗的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若是大汗突然间又改变了主意呢，那该怎么办？来人，马上去请大汗，快！这。玉儿，你一定要撑住，爱你的男人一定会来救你的，他一定会，你要相信他，等他。站！玉儿，大汗，哥哥。大汗，您终于来了！玉儿的生死全在您一念之间呢。你们先下去。玉儿，你放心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玉儿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说出那个人的名字，我马上放了你。我不知道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行，不，刀下留人。宫女芳儿和侍卫安布鲁私通，意外让边塞贵宾金大人撞见了，他们一时情急杀死了他。芳儿在逃走的时候，将从玉福晋那儿偷来的荷包留在了现场，才害玉福晋受死不白之冤。安布鲁过意不去，所以潜进牢房欲救出玉福晋，但却被人发现了。两人称病离宫私奔，可良心不安，怕被人发现，所以双双服毒自尽。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没看见，没看见，没看见。你怎么把他杀了呀？啊，怎么办？走。两具不会说话的尸体，加一封遗书，这算什么证据？你敢确定不是有人写完了放在尸体旁边的？照大汗如此英明的推断，这些不算证据的话，那一个小小的荷包也算不了什么，说不定也是有人故意放在金珠园尸首旁栽赃的。大汗，真相就在眼前，宫女和侍卫就是凶手，玉福晋是无辜的。现在凶手已经自杀了，
对方绝对不可能为了这个事情跟我们过不去。这样的真相，足以维持双方的友好。大汗为什么还不满？难道大汗心里不愿意相信玉福晋是无辜的，非要给他安一个罪名不可吗？14弟做得很好。既然真凶已经找到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还玉儿一个清白。她是我的福星，我一定会保证让她长命百岁，在我的后宫里面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。索尼在，照多尔衮所说的真相，给对方一个交代，并送上厚礼，以作补偿。这大汗英明。谢谢你，放人！哥哥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来，快喝碗姜汤，千万不要生病，落下什么病根儿。谢谢姑姑的救命之恩。你们都先出去吧。是。姑姑知道雅纯的事让你对我心存芥蒂，但我身为大福晋，就该为大汗分忧解烦。有人做错，就一定要受罚。姑姑要是问心无愧，玉儿也无话可说了。真相从来都不重要。凡是知道了真相的人，要么活不久，要么活得苦，我们何必深究呢？恕玉儿愚钝，不知真相，不能安心。我无故被陷害杀人，真相如何？姑姑知道，跟姐姐可有什么关系？不管你知道些什么，大汗相信的真相才是唯一的真相。你再追究，对你只有害而无益。玉儿，你看看姑姑，姑姑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，已经不可能再受恩宠。海兰珠她有身孕，不可以失亲，纳木中一定会抓住机会。其实这也是你的机会，只有你跟大汗和好如初，再得到大汗的恩宠，在这个后宫里面，始终要有自己的孩子。姑姑不想看到你这么孤苦伶仃啊！可是大汗差点要了我的命，难道姑姑还奢求他对我？他不是已经放了你吗？那就证明他还是舍不得你的。再说，这件事情你也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怎么说，他也是个男人，更何况他是大汗呢？姑姑的意思，玉儿明白。可是大汗的恩宠，我不想，也不敢再奢望了。我只想安稳度日，随遇而安。安稳度日，随遇而安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海兰珠，海兰珠，海兰珠。卓离，卓离，卓离，卓离！我一直在等你，我
还以为大仇得报的日子终于到了。对不起，让你跟娥姐失望了。那你就别再心软了。报仇本来就是一条不归路，谁心软了，谁就输了。你放心，大仇得报之日，我就来找你。那你赶快动手吧，时日已经不多了。难道你真的想把皇太极的孩子生下来吗？卓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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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卓林。主子，药已经煎好了。阿古拉，这么晚到我的寝宫来，难道你不要命了吗？难道你不想见到我吗？想呀，想你去死！你这个废物！我怎么了？我做错什么了？要不是你办事不力，玉儿和多尔衮现在早就人头落地了。啊！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别！啊！你疯了！他醉成这样，根本就认不出我们的。谁让他平白无故闯进来？没看到算他倒霉，看到了算他该死。他可是重要的宾客。大汗要是追究下来，知道我们的关系，那我们就……怎么？你怕了？是你杀的？宫中偷情的男女可不止我们两个。这一次，我要送给多尔衮还有玉儿一份厚礼。来人，把玉福晋押进大牢。走。大汗，大汗，哥哥是被冤枉的。这件事情关乎到两地邦交，等到查明事情真相，我一定会还你清白的。单凭一个小小的荷包栽赃陷害玉儿，当然不足为信。可是皇太极这种男人疑心重得很，他一直不满多尔衮拥兵自重，一直想找机会除掉他。十四爷，不得了了，哥哥出事了！我这么做是帮了皇太极一个大忙。多尔衮知道玉儿被囚，一定会去劫狱，到时候我就暗中通知皇太极，当场把他们抓住。这样的话，我既立了大功，又一箭双雕地除去了玉儿和多尔衮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玉儿，你怎么出来的？你是？是我。快走！
我怕皇太极心慈手软，所以使尽浑身解数来魅惑他。只要他忘了玉儿，只差一点儿，玉儿就人头落地了。那个该死的多尔衮最后杀出来，活生生的编了一个宫女和侍卫私通的故事来蒙混过关。可惜我的心思到最后全都功亏一篑了。你主动魅惑皇太极，你对得起我？你知错了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我为你挨了一刀，差点枉死。我爱你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去做，什么都听你的。就算你逼不得已把身子献给皇太极，可心不能给他，只能给我。你连我的身子都保不住，还想让我为你保存我的心啊？还有啊，你杀玉儿呢是为了报仇，你杀多尔衮是为了争权夺利。你所谓的牺牲，简直就是在自欺欺人。我们是一路人，合作互利。你愿意呢，就跟着我做；不愿意呢，就给我走。天下愿意为我牺牲的男人多的是。你何苦要为这样的女人伤害自己？你都知道了。阿古拉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额吉的大仇未报，你却沉迷于女色，还偏偏是这样的女人。她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你根本就招惹不起的。我就是为了报仇，才跟他在一起的。他答应过扶植我，给我权利。他爱我。他爱你，我看他就是看上了你的笨，你的傻。你可以跟他合作，但是事成之后，你必须全身而退。他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，又那么会争宠，心里哪里容得下你呀？姐姐不是也每天争夺着皇太极的宠爱吗？你不也是每天口口声声地说你把身子献给了皇太极，心却保留给了卓林大哥了吗？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？你，谢谢大福晋。此事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，小心你们的狗命，知道吗？奴婢知道了。退下吧。是。福晋，奴婢已经将银子送到了芳儿和安布鲁的家里。他家人以为儿女真的私奔自杀了。还有宫中的主子们好欣赏他们银子，让他们好好的过日子，他们感激的不得了呢。他们的儿女为奴为婢，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钱，也该安息了。这芳儿还有安布鲁为您和玉福晋牺牲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可刚刚那两个宫女，你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不直接让多尔衮知道，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。让两个宫女放风，再让小玉儿说给多尔衮听。奴婢愚昧，猜不透福晋的心思。如果我直接找多尔衮去，只怕多尔衮以为我别有用心。但如果出自一个完全与后宫无关的人，又天真单纯的小玉儿口中，他一定深信不疑。福晋果然神机妙算，连这么点的小事都算计在内。可是这玉福晋跟多尔衮纠缠不清，您不怕小玉儿妒恨，
隐瞒消息，不让多尔衮去救其他女人吗？女人有哪个没毒痕之心？我有，小玉儿也有。但这一次是玉儿被问斩，我都不忍心，更何况是情同姐妹的小玉儿。福晋英明。你看你啊，最近气色一点都不好，别老是待在寝宫里。没事啊，找我陪你聊聊天儿，多散散心。心情好，吃得好，肚子里的这块肉啊，才会长得白白胖胖啊。谢谢你的关心，只可惜了，我那不长进的弟弟实在让我操心呢。阿古拉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告诉我，我来帮你教训他。这个是我从阿古拉那里捡到的，是你的吧？你都知道什么了？阿古拉他对你说什么了？该知道的，不该知道的，现在我全都知道了。我本来是想一箭双雕的，可惜箭射歪了，鸟飞了，我让你失望了。这雕是我的，你要射雕，总得跟我打声招呼吧。现在可倒好，你让我白白背负了一身罪名，还得罪了大福晋。我本来是胸有成竹，所以才没有惊动你。至于大福晋嘛，你要是跟他合不来的话，还有我来当你的朋友啊。你要是真当我是朋友的话，我请你放过阿古拉。他年少无知，我怕他被人利用，更害怕他被人伤害。到底是谁不放过谁？我想你不会不清楚吧？我倒想请你好好劝劝你那个弟弟，没事别来骚扰我，扰了我的清静。你现在是在引火自焚，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也别忘了我们的大事。哎呦，这是姐弟情深呐。可惜我纳木中就是爱玩火，你要是怕死，就别跟我玩。那，你拿了这根银钗去告发我和阿古拉呀？去呀！大福晋，大福晋，你们刚才在吵什么呀？啊，姐姐可能误会了。我看近来天气忽冷忽热，海兰珠衣衫单薄，我怪她没有照顾好自己和胎儿，所以啊，我就忍不住埋怨了她几句。是我多管闲事了，啊？是我粗心大意，我应该感激你才是啊。好啊，那我就可以放心了。难得妹妹和海兰珠能够志趣相投，一见如故，一定可以联手做成很多大事儿的。如果因为小事而闹翻，那可就可惜了。大福晋对玉福晋一向照顾有加，固执情深，才让人感动呢。玉福晋，以后你每走一步，每说一句话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只盼不要招惹莫名其妙的麻烦，害得大福晋再为你奔走操心了。怎么会呢？谁对我好，谁对我不好，月儿都点滴铭记。在这后宫里面，姐妹情深最难能可贵，比大汗的恩宠更难得。海兰珠、玉儿，两生花，合则共生，懂吗？知道了。玉儿，我看到你平安无事，我才安心。如果这个宫里少了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有多寂寞。谢谢两位姐姐对玉儿的关心，你们别忘记了，玉儿可是小福星啊。大汗，微臣已经检查过芳儿和安布鲁的尸体，两人确实是中毒身亡。
而且在遗书上也确实是芳儿的笔迹，看来他们的确是服毒自杀的。多尔衮编这故事，编得还挺周全的。不过微臣还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。说，安布鲁年前值班时曾受伤，身手大不如前。虽说他是侍卫，但也只能站岗看守。他的同僚听说他能够劫狱救人，莫不啧啧称奇。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。多尔衮找来2个替死鬼，还帮他演这出戏。请大汗放心，微臣一定加紧排查，找出证据，让14爷认罪。不必了，既然我说了结案，就不好再推翻。先下去吧。多尔衮，你以为你耍这个小把戏就能糊弄我？我一定要让你知道，谁才是大金的主。大汗，同行的那些宾客虽然接受不了金珠元大人的死讯，可微臣恩威兼施，一来将部分林丹汗的美女财宝转送给对方，二来痛陈利害，双方交恶，百害而无一利。最后他们还是愿意接受道歉，安然回家去了。很好。这事情发生多日，多亏你锲而不舍地查出真相，还不费一兵一卒就安抚了他们，化解了一场纠纷于无形，功劳不小。你要什么赏赐？为大汗分忧尽忠，乃是多尔衮的责任，不敢求赏。立功而不骄，难得。有你帮我打天下，还怕这天下打不下来吗？恭喜大汗！大汗，启奏大汗，我南下大军大胜连场，唯有敌将祖大寿所守的大凌河城固若金汤，我军屡攻不下。哦，祖大寿是谁呀？给我10万兵马，我就不信攻不下那么一座小城。侯哥，祖大寿乃是袁崇焕的得力旧部，在宁远城跟袁崇焕以红衣大炮打败过老富汗，你可别小看了他。多尔衮，我任命你为主将，多夺豪格为副将，领兵围攻大凌河城池，务必攻下。这，豪格，你经验尚浅，趁这个机会，好好跟你14叔学习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多尔衮，豪格年少气盛，你得好好的看着他。这，豪格这小子年少冲动，对敌军的情况完全不知，偏要他当你的副手，分明是来给我添乱的。我打胜了，豪格天光；我打败了，也怪不到他头上。我还得一边打仗，一边顾及他的宝贝儿子。四哥爱子心切，机关算尽，怪不得把我捧上天，是叫我不好推辞。就算是没有豪格，攻打大凌河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。祖大寿现在把大凌河修建得如铜墙铁壁一般，别说是人，就连一只鸟也别想飞进去。久守必失，我们只要围堵他个1年半载，让他弹尽粮绝，还怕他不开城投降吗？不好，我们必须要速战速决。为什么？哥，难道你真的想让嫂子在家孤苦伶仃的生孩子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处理。哥，我知道，现在让你忘了玉姐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
但是嫂子现在对你是一心一意，她才是你真正的福气，是你孩子的额娘。不要再因为不相干的女人辜负了她。你回来了。哎，你看看你，都快当人母了，还蹦蹦跳跳的，简直就是个长不大的丫头。哎，在做刺绣吗？哦，你看，这是我绣来给孩子做帽子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雕啊。我还以为是只小鸟呢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小燕子。你为什么把大雕和小燕子绣在一起啊？因为你是大雕，我是小燕子。大雕振翅高飞，翱翔万里，不管飞到哪里，小燕子都一辈子跟随。谢谢。可惜，我很快就要上战场了，不能在家里陪你了。大金勇士那么多，为什么又是非你不可呢？上次刚怀上的时候，你就被派去清理林大汗的余部，现在孩子还没出生，你又要丢下我不管了。傻瓜，不是丢下你不管，我这是去打仗。这人在朝中，身不由己嘛。来，这是我额娘生前最喜欢的镯子，说是给我的媳妇儿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都怪我自讨苦吃，偏偏爱上一个飞得高飞得远的大雕，不顾一切的追随，偏偏又追不上。不过我会乖乖在家里等你。我希望孩子出生的时候能马上叫你一声阿玛。你答应我早点回来好吗？傻瓜，哪有孩子一出生就会叫阿玛的？我答应你就是了。你也好好照顾自己。